这一款是最新出的 KO 超凡蜘蛛侠，它是采用加菲的头以及托比的身子组装而成的，那就叫它加比999。嗨，帅哥，给个3连呗！在出货之前呢，没有人怀疑过这个是不是真的阿卡姆厂做的，除了我，毕竟他虽然说翻的东西比较多嘛，比如说千纸链啦、海洋堂啦、飞姑妈啦，但是他什么时候翻过 HF 呀？所以我不太信。但是看到他预售的图之后，我就没有意见，毕竟做的实在是太漂亮了，果断下单。你看还给我包了泡泡纸，这不血魔传吗？我们可以看到这盒子呢是万代通贩同款的一个开除霜设计，抹的倒是挺干净的，然后就是有个阿卡姆的标。然后我们拿出内容物看一下。里面呢是有一个背景板的，不过没有说明书。然后它有一个 Q 传统的保鲜膜套着。最近一年多 Q 厂的悉数因为已经做得很好了嘛，可以合得拢，所以说呢就不粘贴纸了。但是这一款呢可以看到还是用贴纸来封住了。内容物的话，除了一个真人头之外呢，就是和其他的蜘蛛侠都是一样的嘛，4对通用的手型，加上一对这个3蛛同框的那一个纸人手，然后旁边就是蜘蛛丝嘛，这些蜘蛛丝呢也都是老三样，没有什么新规的。点开视频直接跳到这里的小伙伴呢，我要告诉你们一下，这期视频呢评测的不是金属配色重涂的托比蜘蛛侠，而就是加菲蜘蛛侠。虽然这俩货长得确实挺像吧，但是你这是不是有点敷衍了呢？是的，相信你的判断，这个很明显就是之前那一个厂出的托比蜘蛛侠同模换色做成的加菲。这次比较意外没有重量，所以说乍一看好像挺唬人。重量方面呢只有40克。眼睛的荧光呢是特别亮的那种，然后身上的这个蓝色底呢有一点点荧光效果，而浑身的关节呢却都是发出了紫色的荧光。感觉这期评测的意义真的不大呀，毕竟呢，它这玩意儿不就是一个托比吗？我把它硬当成加菲评测是吧？那就当我这一期视频是代表了这一个厂的托比还有加菲吧。这个加比吧，因为造型十分的简单，所以说呢想做翻车都难。涂装方面呢可以看到红色和蓝色呢就这么2种分色，都是超级大块的，所以说呢涂装也是没什么问题的。也就是红色没有盖住这两边的底色银色嘛，我感觉它这个红色效果吧做的也算是漂亮，只不过不还原对吧？毕竟它本身没有这么亮的。身上其他的分色的话有蜘蛛的图案以及这一个黑色的线条，就是蛛网。乍一看这一个身子上的涂还行，但是胳膊上的就有点逆天了，可以看到涂歪，直接不涂，摆烂。只能说是不看大臂的话，这些黑色的线条呢是勉强可以看的。这里的红色也是没有盖住底下的银色底色。然后你看着麦加秀呢和我的一样嘛，就是这一个胯部之间的大缝，就是因为它是没有粘住的。对，你看这里它没有粘住，或者说压根没上胶水，所以说呢它就会乱动。它一往上动的话，这里就会有一条大缝，所以说呢它要是往下拉到底的话，倒是就没有这个大缝了，就很正常了。但是我就想问你一点，你为什么不把它粘住呀？难道说是因为急着出货吗？毕竟CD 厂的确实也要出了嘛，所以说呢它要防止撞车卖的不好，所以说要先发制人嘛，就急着出货就没粘。但你这也太敷衍了吧。而且你这也就相当于一个换色再版嘛，又不费怎么劲，怎么会这么赶呢？除非是因为这一个头雕它拖了近期吗？我觉得不应该，毕竟它这一个头也没有精细雕刻嘛。而且我寻思这一个头和你当时预定的那一个图也是看的完全不一样啊！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它的下眼脸怎么红成这个逼样了？这头发我也真的不想说啥了，你看耳朵后面这一块颜色也不涂一下，太离谱了。我们把万代废案的头来掏出来看一下，你们觉得如果说万代是10分的话，这一个头能打几分呢？不过这一个厂蜘蛛侠吧，上半身确实做的还可以，也就是这一个右肩膀的缝隙呢，可以看到明显是比左胳膊的不自然。然后就是右胳膊肘这里呢是有点弯，显得这一个右胳膊没有左胳膊看着形状自然。然后就是 Q 的通病嘛，因为数模导致的这一个胳膊肘之间的缝隙比较大。它这一个手腕的关节可以看到橙色红色呢和身体上的红色差距有点大呀，它这个一个是颜色特别重的金属红，这里这个塑料红呢太难受了。不过还有这种色差关键是存在于这一个手腕还有这一个脚腕，其他地方倒是没有了。下半身的话腿型看着是比 CD 厂的要自然点对吧？因为 CD 厂它那螺旋腿实在是太难受了。不过这个下半身你看就这么松，不能说是松，应该说是薅住，你感就是一点都感觉不到它在阻碍我的手发力。然后它的小细节的开模精细程度确实是可以夸一下的，可以看到这个鳞状的纹路确实做的很漂亮。这一个小格子呢，不过就显得肉了一些，可能是因为这好几层金属色油漆涂的太厚了嘛，所以说就显得肉一些。这个底应该是橙色吧，因为你可以看到这水口是发白的，很明显就是橙色。当然它也是会在橙色上面喷一层消光的嘛，可以看到这内侧就是没喷到，所以说看着是油腻腻的，外侧倒是没什么大病。至于数模程度如何的话，我也不知道了，毕竟我也没有正版蜘蛛侠嘛，放2个假面骑士来对比一下。然后它的可动我们来看一下，提动幅度一般，抬头也一般，转动没问题。大臂的平台呢是能够达到90度多一点，大风车没问题。这一个蝴蝶肩膀呢外拉也没问题。然后大臂这有平转，
胳膊轴呢是能够达到接近180度。胳膊轴毕竟是奥特曼同款嘛，所以说呢也是有平转的。只不过你这个奥特曼的关节为什么会有这种扁轴呢？它不应该是空心轴吗？怎么回事啊？然后这一个手腕呢，可以看到是非常灵活的。胸腰可动的话，前倾幅度还行，后仰幅度的话就非常小了。转动倒是没问题。然后这一个胯部呢，一字马毫无压力。然后前踢的话是能够达到120度以上，后踢能达到90度。这一个大腿根的平转没问题。屈膝也能轻松的超过150度，脚腕向内幅度很大，向外也很大，脚尖没问题。把玩一圈下来之后，我的感受就是说，它这玩意儿吧，作为一个托比的话，好像确实是除了这一个胯部松之外没什么大病了。毕竟你看它是一个防穿帮啥的都没问题嘛。但是我们这期视频讲的是加菲啊，这玩意儿和加菲真的除了颜色之外有半毛钱的关系吗？可能唯一有关系的就是这一个包装盒还有这一个头雕了吧。然后配件方面的话，作为一款 HF 的蜘蛛侠呢，它没有这一个替换眼，也没有替换的头，这一点好像之前没见过吧。所以除了替换头雕之外呢，就是这么无敌属性，再加上蜘蛛丝。作为老三样甩出去的蜘蛛丝，再加上一长一短的蜘蛛丝呢，都是做的是更加的透明一些，比起其他的都是发白，感觉有点不适应。然后这次老三样的蜘蛛丝呢是短还有长的发射蜘蛛丝呢都是各给了2个。然后所有蜘蛛侠通用的视觉属性也不用多说了嘛，就是放松、大张开、发射以及握住蛛丝的4对。然后就除此之外的3重特有的指人手。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款 KO 超凡蜘蛛侠的情况了。正如大家所见，是阿卡姆的可能性可以说是为0了。至于为什么，如果说看过其他场的托比就应该知道了。最后我想说的是，下期视频呢，我们来看一个刚出的 KO 怪兽，大家记得关注我一下，敬请期待吧。